吕祖云：28家人体四苏，腰中仗剑斩凡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修祖云：从政修持须谨慎，扫除色欲自归真。肤色欲一事，为人生要命第一大关口，罪恶最毒。凡人一见美色，魂飞魄散，淫心即动，淫心一动，欲火即起，气散神移。形虽未交，而元精暗中已泄，性已昧，命已摇。而况在色场中，日夜贪欢，以苦为乐，以害为快，有日游河灯灭，虽结人亡，命不久矣。修道者、养生者，戒色欲为第一者，但欲最不易除，亦所难防。即美如西施，娇若杨妃，犹如臭肉皮囊，视之不动不摇，不迷不昧，欲如不欲，见如不见。不但修道者当如寡欲，即使世人言后代亦以寡色欲。能寡色欲，精旺气足，后天充实，足以却病延年，且能广种子嗣。西皇帝文王多子，皆是寡欲之效。不论出家或在家，俱当以戒欲为守着，否则色欲之心未去尽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过度纵欲的人是背离阳光的人，阳光即是能量，人体就像一杆天秤，过度的节欲会狂躁，过度的纵欲会阴暗，故不可偏执于一方。对于欲望有正确的认知，消除羞耻感，合理的释放，阴阳平衡谓之道。所谓谷神不死，是为玄牝，玄牝之门，是为天地，根绵绵若存，永之不勤。万事万物就像一根皮筋，长时间的拉拽，松手的那一刻也回不到原形。但如果不去管它，拉拽的时候也会因为长时间的腐旧而断掉。只有平衡的有紧有松，才能长久。中医告诉我们，气不好归于肝为血，血不好归于肾为精，精不好归于骨为髓。如果人想要气血充满，就需要把精化气，气化神。精气神充足了，光明破黑暗，倒霉是找不到你只有一路顺风，好运连连。如果一个年轻人气血充满，不漏掉，而能把精化气，气化神，神化光，这样3个月或者100天，就能精满不思淫，气满不思食，神满不思眠。这个时候它就出现了精气神三丰，真气自动运转，真气护体。会怎样呢？骨髓充满了，冬天穿单衣也不冷，夏天穿棉衣也不热，身体冬暖夏凉，自身调节达到最高点，而且精气神充足，就是3阳开泰，好运气也会跟着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厄运是黑暗的，精气神是光明的。精气神充足了，光明能照破黑暗，所以那些倒霉事找都找不到你。只有一路顺风，而且莫名其妙的好运连连，3个月不漏，
漏指的是女子的高潮，男子的射精，保持精气神的不懈。年轻人这样攒上3个月是不得了，甚至可以开天眼。为什么呢？精气神化成光了，开始是闭着眼也感觉有闪电什么一亮一亮的，慢慢在黑暗中也如同大白天一样看世间一清二楚，还能看到7种颜色的光在流转，这其实都是精气神充足后化成的光，每个人都可以看见。现在如果我们没达到精气神充满，看见的光非常小，像个小星星一点点。怎样看见呢？我们体会一下，聚一下气，人人都能看见。来试试，闭上眼，吸一口气，憋住，到极限后再呼出，这样反复数次，你就把自己的精气神聚集了一部分了。眼前不是纯粹的黑暗了，会看见一个小亮点一闪而过。为什么这么小？因为我们精气神不足，充足了就是一道闪电，是一轮明月，乃至是一个金灿灿的太阳。每天不要漏，把精气神攒起来，就会看到眼前那个光点是越来越大的。这个光点在佛教里叫做自性光明，在道家里叫做内丹，这是非常好的东西，是精气神的化现。而且戒色的话，还会出现内处妙乐，就是不需要跟别人怎样，自己也不用做什么，精气神充满的过程中，自动出现的一种高潮的快感，身体像过电一样，浑身非常舒适。其实就坐在那里没动，体内的阳气上升，身体变暖和，阴气下降，口水多，阴阳相交，自然发生的现象。这个快感比做那个事情要更强，而且还能补足精气神，使我们不怕冷，不觉得饿，精力十足，不犯困。那么怎样不漏呢？介绍一个小办法，每次性欲来了无法克制，就用食指梳头，用力梳，不停地梳，这个阳气就被引导上来了，上到顶上了，会觉得头顶清凉，身体舒适，也不想色了。肾藏精，就像装水的瓶子，一瓶水不满时，总想装满，那个淫欲心反而很重，很想要，但肾气足，精满了以后，就像一瓶水装满了，反而没有欲望，不需要向外去找，也没有淫欲了。所以越是肾虚的人，欲求越大，能力还越差。越是肾气足的人，清静无欲，但是有阳举，无欲而刚的，甚至可以骄而不赦。记得这个方法，性欲来了就食指梳头，直到头顶清凉。那么人为什么有性欲呢？因为人是性欲的产物。性欲有2方面含义，一是指生理意义上的性，二是指心理意义上的欲。不管从先天讲，还是从后天讲，人都是性和欲结合的产物，因此人有性欲，而且性欲很强。性跟欲有什么关系？性是生命繁殖的本能，欲是思想生发的本能。性为物理，欲为心理，心物一元，合而成人。
先天的性欲是广泛意义上的性欲，性的含义也广，欲的含义也广。性指身体里各种荷尔蒙的自然动作，欲指心理上各种感受、情绪、思想的产生和变化。后天的性欲是狭义上的性欲，指特定的性感受、性行为和性心理。以下所谈性欲都是指狭义的性欲。据弗洛伊德理论，人的性欲从一出生就有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经过口欲期、婴儿、刚欲期、幼儿、性蕾期、童年、潜伏期、少年、生殖器期、青春发育后等阶段。在这些阶段中，性是先天固有的功能，而欲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。性欲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性欲是人的本能，而修行就是认识人、改造人的过程，所以性欲跟修行有密切的关系。虽然性欲跟修行有密切关系，但也不可打乱性的正常秩序来修行。先澄清一种观点，在修行中有很多跟性有关的方法，比如密宗、道家、谭崔等派的部分修行方法，就讲究从性入手，继而达到性命双修，究竟解脱的目的。这些法门本无可厚非，不失为84000法中的一部分，但修行者不可认为修性就是修命，修性只是入口，修命才是目的。身体上的解脱不是根本的解脱，心理上的解脱才更重要。如果性命双修，身心都得到解脱，那就最好。这个观点很好理解。试想，一个人如果能活200岁，而心情苦闷，那又有什么好活的呢？一个人只活几十年，但天天开心，那也就够了。为什么要澄清这样一种观点呢？因为市面上一些修行法门偏重修身，而忽略了修心，更有甚者，以双修为形式，却不懂双修的实质，使人无端陷入男女性欲之中，不可自拔。现在普遍有一种观念，来自印度瑜伽，认为人体有7个脉轮，能量从第一脉轮生发，越往上走越接近神的频率。这个理论本身无错，但很多人执着于第一脉轮性能量的开发，以性欲去刺激性能量启动，借以引导能量上升，打通上面诸轮，这个是误区。还有道家提倡的含精补脑，被误认为是忍精不摄，所因提气，使心肾相交产生的能量冲脉通关，上至脑部，真是错得离谱。以此法教人，只会误人子弟，贻害无穷。凡有形之精，都是生理上的产物，并没有多少营养价值可言，也提不到脑部。能提上的脑部的只是能量，这能量与意识有关，有什么样的意识，就有什么样的能量。通过性欲刺激得到的能量，夹杂着很多的欲望、妄念，不仅对大脑无益，反而会使大脑增加不少毒素。身体的修行不是根本的修行，何况如此的引导。
更使人陷入欲的魔境。那么能不能戒性修行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楞严经里就有关于戒性修行的方法，但它不是戒男女之性，也不是戒性欲之性，而是戒身体本身的性能量。那是火头金刚提出来的，借火力达到解脱的方法。火头金刚在悟道前多淫欲，常被欲火焚身。他师父空王就教他内观身体的热寒变化，即是注意身体的能量变化，通过内观达到内处妙乐的境界，继而悟入实相、成正等正觉。这里要注意几点：一个是内观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放在外在的对象上；一个是能量，这能量来自性欲，却是在性里发生，而欲念未至的情况下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身体上的能量动作了，但心理上的欲望还未发生的时候，就要开始练功。如果错过这个时机，性能量就被污染成欲能量了，练的就是魔功了。再一个是内处妙乐，要用观照的智慧，把欲火焚身的感觉转变成内处妙乐的感觉。这里修的是观照的智慧，重点放在觉知上，而不是放在觉知的对象欲火和身体上。最后要注意悟入实相，仅仅达到身体的快乐还不够，还要借机悟入心灵的解脱，点亮智慧之火。瑜伽里也有戒性能量修行的方法，方法是在性能量发动时，用意念引导，把这股能量提升自眉心，借以开发智慧。瑜伽跟道家、密宗有些共同点，都重视身体功能的开发。他把性能量称为拙火，灵舍当性能量发动未生欲念时，就主动把性能量拙火提升至脑部，因为拙火能量往下走，容易发展成性欲，往上走就可以帮助打通上面的脉轮。下面3个脉轮属人，上面3个脉轮通神。具体做法是，感觉拙火发动时，深吸一口气，同时缩阴，意想拙火能量由第1、2脉轮出发，通过脊椎一节节地上升，抵达第6脉轮眉心，然后吐气，放松全身，让能量在眉心轮散开。具体操作须得名师指点，不可盲目进行。比如说，有的人适合能量上提，有的人就不适合，这跟个性和身体素质有关。再者，长期提升能量，易守眉心，易得高血压，不可不察。戒性可以修行，戒欲能不能修行呢？当然可以。欲望是一个念头，当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，注意观察它，不要陷入它，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此谓之观心法门，是众多法门的精髓。有事且念十方佛，无事闲观一片心。成佛悟道，就是从平常的心念中脱离出来，成为一个观看者，最后连观看者也消失了，就见到心性的本来面目了。这本来的心，比一切的心念都大，超越了身体、意识、能量、物质和一切的存在，不生不灭，不悲不喜，
不迷不离。性欲迷人，有各种因素，一是荷尔蒙的本能动作，使人不得不产生性冲动；二是外在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即性欲对象的色声、香味、触摸、情爱的吸引；三是内在的感受和记忆，包括肌肤的快感、性器官的快感、心肾相交、水火极济的快感、气冲脊背和头顶的快感、心满意足的快感等。在性过程中或欲念扰人的时候，注意保持觉知，不失为了解自我的一个很好的途径。性欲的满足可以获得快乐，但这种快乐需要外在条件的配合。当外在条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不仅不会快乐，还会生出无尽的痛苦和折磨。而修行就是摆脱外在条件，获取原本具足的快乐。另一方面，性欲满足获得的快乐只是暂时的，如天上的浮云，很快就消散了；而修行获得的快乐是永恒的，如浮云散尽的天空，明朗无碍。再者，性欲本身如同潮水一样，时涨时落，需要不断地得到满足，满足就会快乐，不满足就会痛苦。这种快乐是与痛苦紧紧相连的，而修行获得的快乐可以融化痛苦，只剩下平静和喜悦。利用性欲修行，就是要在不断变化的浮云中找到天空，天空不离浮云。性欲不爱修行，不管用什么修行，修行最终要修的是觉知，即观照力，而不是观照的内容。这个观照力不是冥想，不是意念，不是有为的意识，而是一种智慧。不管戒性修行还是戒其他修行，都不要执着于具体的内容，而要修出这个根本的智慧。修行者常常为性所困，不能自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性欲关乎人的两大本能，性和欲，一个是身体的本能，一个是心理的本能。如果不能摆脱性欲的干扰，修行很难进步。身体方面，必须利用性能量，极具生命力，达到强身健体、开发潜能的目的。性能量过于消耗在性行为上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更谈不上长寿和开发潜能了。并不是说不能有性行为，正常的性行为对身体健康无害，只是要注意节制。心理方面，必须降低欲望，正是因为欲望，才使人由原本的觉悟变得无明。并不是说不能有欲望和想法，而是在欲望升起的时候保持觉知。了解欲望只是我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修行者怎样摆脱性欲的干扰呢？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6个方法。1. 吃素有助于降低性欲。2. 性欲萌动时，用拙火能量提升法，有助于转化性能量，此为权宜之计，如上所述。3. 戒淫，通过正常途径满足性欲，此正常途径包括性生活和自慰等，只要不危害社会及他人，不违背个人良知即可。
不接触色情内容的视听、图文等。4、调整生活规律。5、调节心理状况。性欲很大一部分是替代性的，即在别处心理受阻，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到性欲上，所以要调节心理状况，处理好情绪和潜在的心理问题。要掌握自身潜在的心理能量动作方式，就要对自己保持长期的觉察，深入的研究。6、保持觉知，这是最根本的一点，要对身体和念头保持觉知，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，长期对身体和念头保持觉知，能化解性欲的干扰，使身心平静。修行中的大多数法门都是自我觉察的法门，透过现象认识本质，最终成就真我。有性不为魔，无欲则成道。性是人的本能，欲则夸张了性的作用。性对修行的干扰远远小于欲。修行者不要在性上玩太多的花样，在修行上玩性花样，那正是头脑的欲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性命双修。愿你早日通达生命的实相，拥有高能量的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